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娱乐圈向来不缺大瓜，隔三差五的就会有明星被爆料。最近一段时间，蔡徐坤成为了众矢之的，因为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他的娱乐生涯很有可能毁于一旦。然而，类似像他这样的明星并不少。可是明明前辈们一个又一个倒下，依然有新人们前仆后继的跟上，如此怪圈，不得不说让人们感到悲哀。到底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为什么个个都帅哥南国美人关，如此自甘堕落呢？6月26日，一位名为 C 先生不要太勇的网友爆料称，蔡徐坤在2021年5月与一名 C 姓女孩约会，最后 C 女士发现自己怀孕，被蔡徐坤要求堕胎。这些消息的曝光，立马把蔡徐坤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如今，随着蔡徐坤事件的不断发酵，有消息称其在谈的代言已经搁置，虽然品牌方尚未发声，但有网友拍到蔡徐坤的广告牌被撕毁，这是一个饮用水品牌，代言仍在合同期内。这种拆除广告牌的行为，通常是劣迹艺人解约的第一弹，足以解释问题的严重性。虽然 C 女士已经签署了一份谅解书，但许多网友质疑其真实性，因为一般的法律文书上都必须写当事人的全名。而这份谅解书上并没有写蔡徐坤，只写了蔡姓男士。对此，爆料博主解释称，双方协商时，蔡徐坤方面以公众人物不方便签署全名为由进行了规避。而作为舆论中心点的主人公蔡徐坤，粉丝量高达3000多万人，在这个流量当道的时代，是一位真正的流量王。在那档选秀综艺中，作为个人练习生的蔡徐坤一出场，就凭借自己霸气的台风、抓人眼球的舞蹈、娴熟的舞台经验，狠狠吸引住了当时的导师和观众，最终以总成绩远超第2名的优势 C 尾成团出道。而在作为男子组合刚刚出道3个月，粉丝不到1000万的时候，随手发布一条微博就能被点赞83万，评论32万，转发1540万次。一直以来，蔡徐坤都是以单身身份面向观众，也许是清楚自己身上的流量属性，拥有众多的女粉丝。在这之前，几乎未曾爆出关于恋爱方面的绯闻。即使在这个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的娱乐圈，依然能够守住自己顶流的位子。庞大的粉丝群体、恐怖的购买力，他的时尚代言、商业邀约就没有断过。如今的数据更是惊人，最近的一条微博被转发超过5000万，评论76万。所以在他这次被爆出这样的爆炸性新闻后，观众的反应才会如此激烈，舆论也是愈演愈烈。尤其是蔡徐坤的粉丝群体要求蔡徐坤现身对此事进行回应。不得不说啊，娱乐圈一直是一个大染缸。事实上，在蔡徐坤之前，李易峰也因此类事件塌房。我觉得非常荣幸，今天能够站在钢琴大师李云迪的身边。说出这句话时，李易峰或许没有想到，他的荣幸还在于和李云迪一起体会过蹲大牢的滋味。去年9月10日，一则关于3字艺人的爆料在各大娱乐平台引发讨论，随后李易峰的名字登上热搜。有爆料称李易峰多次嫖娼，然而他却在第一时间发出声明，称这些只是谣言，甚至还说会用法律手段维权。不过还不到1天的时间里，平安北京就发出了官方通报，说在侦破一起违法犯罪案件中，将演员李某某查获，该人对多次嫖娼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明明做了违法之事，可却大言不惭的欲盖弥彰，这显然罪加一等。只能说李易峰的顶流之路在这件事情之后也算是走到了头。身为劣迹艺人，李易峰不仅作品被下架，而且那些商家也纷纷和他解约。一夜之间，原本手上有10几个品牌代言的他，瞬间就被抛弃了。或许是墙倒众人推，在李易峰嫖娼事件被爆之后，关于他的黑料在网上越传越多。在观众面前，他一直保持着绅士模样，然而在观众背后，他却迷恋于看黄片，对女色更是格外痴迷，多次开启盛大的选妃活动。不过李易峰多少是有警惕之心的，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戴着一副黑色的墨镜，就怕被别人认出他的身份。但这明显有些掩耳盗铃，如果真的那么在乎自己的名声，又怎么可能一错再错，视法律于不顾，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任意妄为呢？从通报来看，李易峰的违法行为是在调查其他案件时发现的，这意味着他没有在报案现场被抓获，
很可能是在案发后被追查到的，而且有很多次。过去扫货案以突击检查或者是他人举报为主，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数据扫货案逐渐应用起来。即使在这个被数据贯穿的时代，信息基本上都已经透明化了。当你看新闻、刷短视频、网络购物时，大数据就会根据你的平时喜欢，不断推送类似的内容和商品给你。值得注意的是，大数据不仅用于扫货，而且用途广泛。大数据可以筛选可疑人员，以抓获骗子、洗钱者等，更好地保护人民的利益。相信大家对网警都不陌生，网警不是漫无目的的，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一个个去看，一个个去分析。他们主要是由大数据筛查的结果来进行分析之后，网警再进行筛查，最后确定目标。大数据一般会先根据时间段来筛查，一般是从晚上9点之后有频繁的往来金额转账，尤其是在深夜，有固定的交易金额很容易被盯上。其次会根据年龄段和出入地点来筛查，如果你恰好年龄在18岁到30岁之间，又没有固定的工作，经常去 KTV、大型会所、洗浴中心等场所，就会将你确定为调查的重点，然后由网警分析调查情况，一旦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涉货案，就会被抓起来。而如今继吴亦凡、李易峰、罗志祥等一长串名单之后，蔡徐坤成为最新一位塌房的流量明星。更多网友表示不解，为何这么一个顶流明星，粉丝庞大，有钱又有颜，为何要沦落到去买春呢？捡粉不香吗？又或者正正经经谈个恋爱不香吗？其实也没有那么难理解，这里面最主要还是风险系数的问题。首先，身份地位的差距，比如说粉丝去机场接机，明星也不大可能单独去跟某个粉丝互动，顶多就打打招呼，因为一不小心可能就在朋友圈吃瓜吃到自己，更别说去潜粉了。能去现场追星的粉丝多少会有点狂热，也就是说多少可能会有点极端。钱了后，女粉让你多花点时间陪她，你是陪还是不陪？流量明星就靠那点包装人设维持着，要是捅出来点什么事，立马就凉凉。经纪公司也深知这点威胁太大，所以基本上也会有这方面的条款限制。那么为什么不正正经经在圈内找个人谈恋爱呢？确实，圈内谈恋爱看着是件好事，哪怕是闹到最后一地鸡毛，公开场合也是和平分手，互助安好，明面里体体面面。但是实际上，明星的交际圈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得多，不是这个剧组就是那个剧组，不是去通告就是去往通告的路上，时间都不是自己的，好不容易包装出一个顶流，经纪公司还不得使劲薅，能交往的屈指可数。而且现在很多经纪合同里都有相关的条款，限制你去谈恋爱，毕竟单身的人设更能够留住粉丝，也就留住了衣食父母，让粉丝能有个念想，不是幻想。所以大多数明星，特别是流量明星，根本就没得选，更别说因为娱乐圈的特殊性，女明星背后指不定会有什么大金主，闹不好就是踩雷。这么看来，买春相对来说确实是一个安全系数最高的选项，而生理需求又确实存在。那么是谁在暗中帮助明星买春呢？有需求就有买卖，有些脑子活泛的早早就看到了这门生意背后已经形成了一条很完整的产业链，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干净利落。平安北京的通报中，警方在侦办一起犯罪案件中查获了小李违法乱纪，也就是说他是顺带给查出来的。除此之外，应该还算是比较安全的，交易大多都在高档的会所里发生，员工签署严格的保密协议，层层周密的安保工作，电磁干扰设备可以保障明星隐私。还有个职业叫爱情猎头，据说就是专门个会所找这些女孩的，通常都是大学生，经过层层的包装培训，最终成为高端的外围。很多明星的经纪人都是同一个人，信息共通，自然也就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2020年被警方抓获的经纪人李胡王龙，就是专门为明星牵线搭桥。外围女中不乏有著名的选美小姐、娱乐圈明星、网红等等，此外还有些美其名曰的生活助理，也可能在干着这样的经纪角色，或者他本身就充当了工具人这个角色。吴亦凡、李易峰、蔡徐坤只是冰山一角，相信还有很多塌方的在路上。明星也只是人，这里奉劝那些追星的人，理性追星，认真生活。而明星是一个职业，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应该有做好引领正确的社会价值观的觉悟。
这甚至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份契约。人在做，天眼也在看，大数据可不是开玩笑的，且行且珍惜。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请多多订阅和关注，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